那么提起郭德纲呢，有很多不是北京天津的一些电视观众都感到纳闷，说以前呢也没在这个电视什么其他媒体报道当中听着郭德纲，好像到05年一下子郭德纲跟坐上火箭似的就红起来了。说他是怎么红起来的？不少人呢打开网络看，说这郭德纲就是网络跟现实当中的这些媒体合作给炒起来的。其实这话说的比较偏颇，郭德纲自己也站出澄清，说你要媒体能把我炒起来，那有本事你再给我炒第二郭德纲我看看。他这话说的很有道理，就任何一个人的成功都不会是很偶然的因素，而且成功之后他能一红这些年，说明他本身特别有实力。那么郭德纲的红是跟他对相声这种深入理解是有关系的。那么我们如果要分析郭德纲怎么红起来的，就得分析一下郭德纲的作品。郭德纲的相声作品与其他相声表演艺术家截然不同的有2点。第一个是他对传统相声的这种改造，里边加了很多零碎与时俱进的新包袱。第二个呢，是他完全创新的段子。你比方说他完全创新的段子里，我字系列里边有一个我这一辈子，这里头有好多关于小人物生活的一些包袱。像这样的包袱是郭德纲来源自底层生活积攒出来的搞笑的东西。那么这些包袱我们可以看作什么呢？有人说相声创作其实就是相声作者自身的经历，因为要不是他自身经历他不可能有这么深刻的体会。那么其实我字系列，我要幸福我这一辈子什么我要上春晚呢，这一系列的相声作品等于是郭德纲成名之前一部辛酸的历史，其实就是自传。郭德纲是73年生人，到了1988年的时候呢，15、16岁了已经。他当时就想到，天津这个地界也没人推荐我不如自个儿上北京混去。因为他也都明白，任何一个艺人如果要想大红大紫的话，恐怕非得往北京跑，光在天津蹲着不行。所以15、16岁这年呢，他来到北京，这是他第一次闯北京。他报考哪儿呢？叫全总文工团，就全国总工会文工团。为什么他要报考这全总文工团呢？因为全总文工团之前有这个先例，天津的演员红了引荐过来，谁呢？高英培、范振钰。高英培、范振钰在天津火得一塌糊涂，全总文工团把他调进来，高英培、范振钰走向全国，后来还评了全国10大笑星嘛。所以有这样个先例，这郭德纲呢就觉得全总文工团是个好地方。因为那个时候其他的这个文艺团体从外界招相声演员比较少，因为北京本身相声演员也多。那么他到了全总文工团也考进去了，考进去了，只是临时工，就是你先在团里干着，看看你这情况。本来郭德纲想呢先干着吧，找机会登台演出，积攒舞台经验，积攒名气，真到下边走学什么的也挣个万把钱呢，回来再说。他想的挺好，哪儿挣的万把钱去？他连个登台机会都没有。当时给他派什么角色呢？行话叫剪场。什么叫剪场呢？我举个例子吧，咱们录节目也有剪场。你比方说我这把扇子，这茶杯，我这期节目录完了，我赶紧到后台去准备下一期节目。那么这杯子蓄水，把这东西摆正了，咱得有专门人负责，这就叫剪场。说到这儿咱们可能就明白，说这不就打杂的吗？没错，郭德纲开始在全总干的就是这打杂的。正是有了这样剪场的经历，他有了这种生活体会，后来就把这一段加到他那个我要上春晚的段子当中。我这个人比较低调从小的时候学相声那会儿来说就不吃香，人家都比我好，是吗？台上也比我好，我台上不灵，我上去说相声呼啦全出去了，都得打那会儿过1回2回3回5回，团长不干了，是啊，不让我演出后边跟着搬搬桌子、扫扫地、拉个大木什么的，干个杂活。你还别说，真有观众找到后台，是啊，找我们团长为什么不让郭德纲上场？你瞧，有替你拔创的，必须要让他上台，还是有人爱听您。他再不上台，我的冰棍全化了。卖冰棍的呀，只有我上台，人们才出去吃冰棍去。那么后来郭德纲提起这段经历呢，说我这次来北京失败在于急功近利。其实什么急功近利？就是钱花没，因为他当时没什么收入。到了北京之后呢，那会儿北京的这个旅店的价格都已经上来了，因为90年亚运会之后呢，北京整个城区就相当于更新了一遍，
这时候各个旅馆的价格也上来了。当时郭德纲呢在北京前门外啊一个小旅馆里住，这就基本是最次的旅馆了。你算一张床15块钱一天，什么档次？他先弄好这张床，然后呢这些天就出去溜达去，干嘛呢？找过去在全总文工团认识的关系，你谁能不能帮我一把？留在北京给我个演出机会。要不说这世上还是好人多，他这一天居然没有一人答应他，这好人多人，没有人答应他。郭德纲越想越别扭，可是一晃在北京待了1周了。这1周我们看7天，一天15块钱，住是多少呢？105块钱。那还有吃呢，他兜里同共就带了100多块钱，他没多少钱。这钱花没了怎么办呢？你不回在北京就得要饭。所以这个时候郭德纲啊觉得生活非常艰难，渴望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那么正是这样的经历呢，让他把渴望改善物质生活当成了一个主要的欲望，而这种欲望呢在他后来创作的段子当中啊经常体现出来。很幸福，人家啊，倒是挺好，有名的人好混呢，干什么都行啊。也不见得。说我这个什么时候算一战呢？您怎么了？我看见人家有车，看见人家住洋房，我打心里就羡慕。哦，你说我追求幸福生活有错吗？那是对呀，是不是？好啊，我必须要幸福。对，我得创业。好，我要发财呀！发吧。我首先得有个好身体呀。哦，锻炼身体。好在我不喝大酒。哦，没这毛病。我不打麻将，不爱玩牌，我就是烟稍微勤了一点。哦，抽烟。后来看电视有个健康节目啊，说抽烟有害健康，容易猝死。对，吓坏了我啊！一咬牙一跺脚，打这儿起戒烟了。看这节目，把节目给戒了。所以郭德纲琢磨来琢磨去，找不着关系，我还是回去吧。就这么着，郭德纲可以说是铩羽而归，回到天津。回到天津之后呢，郭德纲想，看来啊说相声出不来，跟亲戚谈一谈，说这么着吧，我做生意。要不说郭德纲，你看做买卖他还真有天分，干啥赔啥，就没挣过钱，就基本上不论干啥，他做海鲜买卖也赔。甚至倒那个18街大毛花这些都赔啊！说郭德纲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呢？我这，他说我再赔去，我所有的这点家底儿，连家里这房子可能都得让我当了。”后来琢磨这不行，我是个说相声的，你说我这个去干买卖，这不找倒霉吗？想来想去，郭德纲说：“得，我这辈子我死吃这说相声这行当了，我再不换了，我还去北京。”这么90年代末，郭德纲3上北京。这次来北京，郭德纲做好打持久战准备，我甭租旅馆了，我呀找一个便宜的房子我租，我得打算长期持久在这儿待下来。那北京市区应该说90年代末时候的房租价格呢已经涨上来了，一般来说市区里的房子800、1000那时候就挺多了。所以郭德纲呢没有选择在3环1里租房子，在哪儿呢？什么大兴啊、房山啊、良乡啊、通州啊，反正在这些地方便宜。一般这些地方租房子，你要租平房80、100的都有，还便宜。所以郭德纲当时选择在这些地方租房子。可即使在这些地方租房子也不行，他经常兜里没钱，交不起房租欠，让房东堵门骂大街，他躲在屋里一声不敢吱。所以正是当时遭过这些罪，现在郭德纲有时候天不怕地不怕，意思登门要账骂我都挺过来了，比这难堪的时候挺不过来。所以说郭德纲当时是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练出来了。那么当时虽然他做好这种准备呢，可是生活也确确实实过于艰辛。咱们都经常听郭德纲在电视里讲啊，我这个在这个沙子口那儿找了一个小剧团唱戏，给1月答案给我1000块钱，唱完了没给我钱，晚上1钱没有了，我一看这个车都挺贵。他确实有一次从蒲黄榆那儿走回大兴，走到家直掉眼泪，把那过时的 BB 机卖了，买点药吃，当时感冒了嘛。这事确实真有。夜里10点多散了，演出完了，累得一身汗，往回走吧。从沙子口里边走出来，走到木樨园坐车回大兴。公共汽车没有了，这怎么办呢？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呢。旁边有那开黑车趴活的，去哪儿？我说去大兴。走吧。我说我没带钱，我就2块多钱，我有块表给你吧。他扭头就走了啊，怎么着也得走到家去，就往前走吧。
那个门口那儿有一个卖包子的，我一琢磨这是个力气活，这得吃饱了，就2块多钱买了几个包子，全吃完了，就一大桥走大车，就这么一小台儿，踩着这儿扶着栏杆往前走，走到桥中间的时候，身后这大车呜呜一辆跟一辆，回头一看应那句话了啊，几点繁星残月高悬，那心情特别难受，到这会儿忍不住了，眼泪哗哗的流。在北京这么多年就哭过一次。但这样的事儿在他的生活当中不是发生一回。结果再给大家说一个事儿，真事儿。那时候郭德纲在哪儿说相声呢？北京南城宣武区琉璃厂上有个京味茶馆，现在这茶馆已经拆了，没了。当年郭德纲从这边走的时候呢，一看这个茶馆里头有些小孩在那玩，也说相声，不卖票，旁边有人看，郭德纲就进里边看。台上几个孩子玩，都谁呢？就有现在的李菁、王月波、徐德亮在台上说相声。郭德纲看着挺有意思啊，还有这一帮孩子玩这个。有一天他来劲了，上面问你会吗？我会。上去他说一段，哎，上面几孩子一看，我说的还挺好，你学过？学过，说咱一块玩吧。郭德纲琢磨，你看相声还是有戏的，这么点孩子说，旁边这么些人看，就从那时候开始，他就跟这会儿混在一块儿呢。后来找的张文顺老先生凑在一块儿呢，就在这京味茶馆说相声。那是卖多少钱一张票呢？有时候周末大场相声大会卖10块钱，要平平常常的说书干什么，5块钱到8块钱一张票，有时候还得管茶水，还管续水的。当然卖点小零食。那京味茶馆那个地方特别小，小到什么程度呢？屋里边如果坐50人正好满，再多坐一点的就简直站的地方都没有了。所谓演员的后台就是个小屋，小屋里边有一张小床，这小床有个打更的河南来的孩子姓张，在这晚上在这睡觉，这么点屋里还养一个小黑猫，这小孩好弄，就这么一屋。那个时候这说相声啊，招揽观众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当时他们不得已啊，用上了传统这个艺人落地的时候的方式，什么呢？开场之前呢，在园子门口派上那么1人2人，拿着板子，当然也有玉子板有快板，干嘛呢？行话叫叫把，就是把大家招揽进来，踏踏打板子啊，看今天相声大会谁谁怎么着。这是有的时候逼得没招了，连郭德纲自己都得上门口当托去。完了一阵，哦，今天是相声，谁说的啊？郭德纲说的，进去看看吧。进去，旁边还真有给带进去了，带进去坐着看一会儿，一登台呀，是不是刚才叫板的孙子们怎么在台上？哎，所以当时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有的时候惨呐，底下人呢可能有那么30个人、5、6个人，很少。说白了，演完门票收入，大伙吃完盒饭就不剩啥了。有时候这盒饭钱还得郭德纲自个儿垫。最惨的时候，有一天天冷，就1个观众听。后来呀，一年一年的这么往前努着走，逐渐的扩大我们的队伍，演员越来越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很尴尬。对，最少的一次台下就1个观众，瞧瞧1个观众我们也照演服务。哎，那天是邢文昭先生开场，对，在台上说，台上1个人，台下1个人。说着半截，台底这大爷手机响了啊，邢先生站那看他接电话。他也很不好意思，对不起，马上就完事啊。关了电话，坐这接着听。上台我就告诉他了，你要好好的听，上厕所必须跟我打招呼。为什么？而且我们后台人比你多得多，关上门打起来你跑不了。好了，就说郭德纲那些年确实吃了不少罪，遭了不少苦，要不然他绝没有今天。那么说郭德纲遭了这些罪，他是怎么活起来的呢？每个人的成名啊，曲行有那么句话，这个艺人要想成名，叫3分能耐，6分运气，1分贵人扶持。郭德纲有没有能耐？有能耐。他的运气在哪儿呢？恰恰赶上了一个历史关头。就说这么些年来，我们看相声听相声，看的是什么，听的是什么呢？咱们常话叫主流相声，就我们看春晚上啊，有时候电台播那些。那么由于呢，建国之后，侯宝林大师呢，为了让相声能登上大雅之堂，他和老舍成立一个相声改革小组，把相声捯饬的干干净净的，里边所有和伦理有关的搞笑的地方，和男女之事有关的搞笑的地方，一律都删除，包括和封建迷信相关的神的鬼啊什么都不要。这样相声确实干干净净的在社会主义文艺阵地扎下根了，也火起来了。但是呢，我们说传统相声当中
如果你把神鬼怪盗这些乱七八糟都删掉的话，好多极有生命力的非常搞笑的包袱就没了。所以侯宝林确定这条方向之后呢，我们现在看到马季、姜昆这一脉传下来的相声呢是积极向上了，可是很多我们感觉到特好笑的包袱也由此就没了。那么这么些年来，这种相声几乎都不让演了。可是到郭德纲这儿，他由于在小剧场演，他没有这些禁忌，所以有不少人一听，哎呦，你像什么脱妻献子、西城梦、梦中婚、白事会、红事会，大伙一听太可乐了，这郭德纲真了不起啊！这是郭德纲本事吗？不是，这个段子都传了有100多年了，而且经过老艺人精心打磨，可以说千锤百炼，除了内容稍微不够积极向上以外呢，在包袱上都是顶级的。所以郭德纲百无禁忌的把这些在小剧场演出来，同时借助网络的传播，大家一听耳目一新了。所以有时候我曾经跟有些钢丝讲，我说你们可能就是见识短，你们没听过传统相声。我说这个东西都是老艺人说了多少年呢？我说当年包括侯宝林、侯大师在内，马三立、郭荣启、郭老祖全使过这活。郭德纲好在哪儿呢？把这些传统东西拿过来，他里边塞了一些与时俱进的新包袱。你比如西城梦原先说是奉慈禧老佛爷的命令打太平军，他给改成奉布什总统的命令去打恐怖分子。他不过加入一些与时俱进的东西。那天跟监生打电话啊，正说着呢，身后有人来我，郭先生，郭先生，呵，女的，哦，美国人，外国人，漂亮啊，金发碧眼，呵，等会儿啊，喂，这多少钱的吗？啊，这没打通多少钱，哥又省1毛哈，打公用电话呢你？对，打电话。哦，你怎么着？我是郭德纲，郭先生你好啊，能见到你很高兴啊，总统让我找你来。不，您先等会儿吧啊！您刚才说美国女的那么漂亮，对啊，金发碧眼。是啊，你怎么瞎子呀？金发吗？啊，金发闭眼，就闭着眼了吗？嗨，闭眼是闭着眼呐。哎呀，郭先生，我们来谈打仗的事儿。这打仗事儿啊，行啊，多少钱啊？打得出多少钱啊？谈价，打得给多少？跟人美国人买驴呢是怎么着？这个不能明着说，知道吗？啊，多少钱？多少钱？总统说了，1000万美金。呵，1000万美金，这可不少，这干得过这个啊？当然啊，有1000万，先把房修修，买点油毡，下雨就不漏了啊。08年以后呢，郭德纲创造了我字系列，什么我要折腾啊，我要结婚呐，什么我要奋斗啊之类，这都是以前，后来变成了个你字系列，你怎么着，你怎么着，你怎么着。从这时候开始，他的创作方向就变了，他根据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前是整天琢磨吃琢磨喝，吃都吃不上，喝不上的，现在改过来了，现在才想到的是人这个物质层面满足了之后，精神层面当中的一些包袱。你比方说他那个你要折腾里有一个片段很有意思，说走在一个小饭馆里边，看着有个黄塑料牌在那立着，上面写4个字，小心的滑。春晚呢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那就是一辈新人换旧人。就是原先春晚上要到12点了，敲钟了，煮饺子那个时候之前，就是那个最关键的节目都是赵本山的小品。去年呢本山没上，今年本山也没上，但是今年那个位置呢出现了另一位中国喜剧界的重量级人物，就是郭德纲。郭德纲用他长达17、18分钟的一个相声段子叫败家子儿，把赵本山走后留这个空档给填上了。那么说是不是说郭德纲这喜剧效果就跟赵本山齐头并进，甚至就超过他呢？从现场的表现和观众的反馈来看，郭德纲并没能负担起赵本山走后这个巨大的担子。乾隆皇帝亲手写的一副对联，写的是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如今的春晚舞台，相声为什么红不过小品？你只要是能够把拉洋车当成毕生的体育事业去追求，我能拉出个世界冠军来。曾经风光无量的相声为何走了下坡路？是相声不适应春晚的舞台，还是相声这种艺术形式不再吃香，亦或是相声缺乏后继力量？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相声为什么不太火。
以往到这时候，很多人对赵本山有期待，看完了乐什么的，也对他作品挑毛病。但是这次郭德纲接赵本山，咱们实事求是说，有点接不住，就是他的作品搞笑的程度，恐怕没有达到大家对他的期望值，也没有达到我们以前对赵本山的平均期望值。为什么呢？我们可以把郭德纲这段你倒回来，你重新看看就知道。这个场合说话要大气。哦，那应该怎么说呀？我教给你啊，您说。哎，我希望，国泰民安，五谷丰登，人均 GDP 能够达到。你先等一会儿，什么叫 GDP？应该是什么呀？那是 GDP， 什么意思呢？国内生产总值。对呀，你说的是 GDP，对，我说的是 GDG。什么叫 GDG 呀？郭德纲全拼。一开始郭德纲说的还挺慢，铺平垫稳的，所有的包袱该响的都响了。可是在说了一半左右的时候，你会发现郭德纲的节奏加快了，一个劲儿的往前赶。4层楼真好，地下3层啊，那就是平房啊那个。哎呀，来进来看看啊！俩佣人端着地球仪跟着，干嘛呀？怕迷路。至于不至于？来，这是咱们的待客厅。哦，金碧辉煌，雕梁画栋。好，来看看，多讲究。墙上这挂的是名人的字画，是唐伯虎的美人，米元璋的山水，刘诗安的扇面，郑板桥的福娃。没听说过，5张一套，那是郑板桥的。你再看看这边，这边是乾隆皇帝亲手写的一副对联，写的是司机一滴酒，亲人2行泪。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们说相声是一门娇嫩的艺术，你快了不行，慢了不行，往前一块不乐，往后一块不乐，必须得正正好好要这尺寸。所以相声是个娇嫩的艺术，你把节奏弄快了，你铺的太快了，底下人一听还没明白过来呢，有的人乐，有的人还在琢磨呢。而有人乐这功夫，你应该等一等。可是为了赶时间，郭德纲就得为下一个包袱赶紧做铺垫。所以等乐得晚的人再听下一个包袱的时候，没有听清前边铺平垫稳的在哪儿，他也不可能对这个包袱产生共鸣。那总共就那么4个小时多一点的这个舞台，怎么办？大伙就得分这时间，给郭德纲假如17分钟，这已经是语言类节目最长的了。所以有人指责说郭德纲这相声越说越快，节奏不对，表情发僵，没有展开，怎么着？怨不了郭德纲。你要看郭德纲能耐，你看他在剧场里演出，春晚那么一段败家子，他在剧场里能使40分钟左右，撒开了之后，你看看他什么样，就不是郭德纲能耐差。春晚这个舞台毁相声啊，有人说那你知道毁相声，你郭德纲都说了啊，我当年讽刺我要上春晚，怎么这类段子你把春晚骂个溜够，你怎么还去呢？春晚毫无疑问是中国影响力最大的综艺晚会，那么作为这个综艺晚会历年来都没有缺过的相声小品之类的语言类节目，郭德纲是相声演员，有哪个演员不希望到最高的殿堂展示一下呢？所以这是一个演员最大的心愿。到现在为止他上去一次了，我猜想作为郭德纲来讲心满意足了，我有过这个经历，可以说把这个梦就圆了。所以我们得呢从正面善意的理解郭德纲相声在春晚的表现，不是他能耐差，而是春晚这个舞台就毁相声。有的朋友说相声，你说这些年一直没干过小品，你论岁数看，小品才几年功夫。小品过去是干嘛呢？中戏啊、北电呢这些学院，为了训练演员，就是你不能让演员长本大套的演个剧吧？好，你把某一个故事场景再现出来，我看看你演的。你比方说某一个战争场面，我就切这一段，你俩人发生争吵，我看看，现场就得拿出来，这叫小品。小品是干嘛的呢？是训练这个演员表演的一种方式。哪想到从84年朱时茂、陈佩斯把他拿到春晚舞台上去了，吃面条那个场景一下子小品火了。也就是说小品，春晚小品到现在为止84年到现在也不过这30年历史。那相声就不一样，相声已经有100来年了，多少辈儿的艺人，到现在相声演员已经到第9代第10代了，这么个传承。又论岁数呢，相声是100岁寿星，小品是什么呢？30而立，一个壮年人。你说这两个一比，小品现在全面压倒相声，什么原因？问题小品是真正的春晚舞台的小品，是在这个舞台上诞生的，说白了亲儿子。相声是什么呢？
等于从外边接来一个孤寡老人到春晚舞台上养着，就跟这片舞台没有必然联系。所以这个舞台呢，对于相声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也延续了新中国和电视界对相声的改造。所以我说这个核心就是什么呢？你们在春晚上看到的相声早就不是真正的相声。那么真正的相声是什么呢？我可以负责任说，咱们绝大多数观众朋友不知道真正的相声是什么。北京天津的观众朋友可能了解会多一点。咱们今天正好借这个节目机会给大伙说点大家不太了解的相声界的事儿。这个相声诞生呢100多年，从哪儿诞生的呢？说法不一。最早有这么个艺人，他的艺名叫穷不怕，本名叫朱绍文。这个朱绍文呢，当时拜个师傅，这个师傅叫张三禄。张三禄是干嘛的呢？唱八角鼓的。八角鼓是什么呢？满清时期的旗人呐，娱乐用八角鼓啊，唱套牌叉子曲啊，单弦啊，唱这个。这张三禄擅长吹打弹拉说学逗唱。吹打弹拉是他看家的本事，八角鼓嘛打着唱着啊，完了肩带着呢，中间停下来呢，说点俏皮话，逗大伙乐了。这个朱绍文呢，就跟张三禄学这些东西。后来呢，张三禄没了，朱绍文自己上街卖艺。他就发现呢，这吹打弹拉呀是给旗人、有钱的人，老百姓不爱听这个。他就发挥了说学逗唱这些东西，天天呢拿这么竹板走到哪儿啊，搁这竹板打个节奏点啊，说个笑话啊，唱个小曲儿，干这个。这个穷不怕朱绍文是相声界的老祖宗，他真正确立了相声4门功课，说学逗唱。所以这个穷不怕呢，算相声界祖师爷，第一代艺人。那么这个相声呢，当时是什么形式存在呢？这个行话叫撂地，也叫画锅。什么叫画锅呀？我走到大街上，外边一看这地方，首先得有客流量，人不从这走，你在死胡同里，那卖耗子药都不行，所以必须得是活地。在这个地方呢，我拿石头块，我画个圈儿，我站到中间，我就开说了，这叫画锅。那么怎么吸引人呢？你光在那喊破嗓子啊，我说个笑话什么的，不一定有人来，你非得有手艺把大家吸引过来。什么手艺呢？咱们有的朋友看过以前的视频知道，早期相声演员都有一手活叫白沙撒字。这个白沙撒字是什么呢？地上或者是搁个大笸箩里放黄沙子，把那个汉白玉啊，那石头啊磨成粉，不白的吗？拿这个东西在沙子上撒字儿。撒字儿呢，那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你得撒出笔锋来，跟毛笔字一样，这是很有功夫的。以前侯宝林先生展示过这个，从1撒到10，因为这个艺人没多少文化，他会的字儿也有限，他学就学这点1、2、3、4、5、6、7、8、9、10最简单的字儿，一边撒一边嘴里唱。唱这个呢，就太平歌词里也有这个，大鼓也有这10字歌。1字写出来一家放粮，2字写出来上端下横长，3字写出来横着小好像是川字模样，4字写出来是4角4方，这一直写到10字。他可不抬头啊，底下看俩4，他干嘛？查脚。这么周围有人看吗？2、4、6、8、10，10个脚，5个人，5个人不行，再来。可再撒字他不会别的了，他怎么呢？从尾再往头了撒，10字上再添一笔，10字添笔就念个千字，赵匡胤千里就送过京娘，9字添笔就念个万字，万餐高旦要往前长，往回撒。再撒到1的时候，这时候他查了2、4、6、8、10、12、14、16、18、20、21，有个瘸子21嘛，差一个嘛。一看过10个人就行了，可以开买卖了，这才站起来再说。当然他这个艺人说的方式多种多样，你比方说人是拢来了，那假如人有不爱看走的怎么办呢？这个相声艺人特别有办法，这套行话叫拴马缸。
你比方他站起来说了，有钱捧钱场，没钱捧人场，出到贵宝地跟各位做个短暂交流。哪位说你拿我当朋友？行，可有一样，我最害怕的事是什么呢？你站到里头听我说，听你说没意思，转身你出去了，你把人群给我带个大窟窿，人都带走了，我最怕这个。那有位说了，有这样人吗？有，今天这里就有一位。说是谁？那我不说了。说他为什么这样呢？哎，这不能怨人家。你说站着听我在这嘚啵白话，他心里头有事儿。大丈夫难免妻不贤子不孝，就有这么一位今天站着是听我说呢，他心里头可挂在这家里，怎么着？他老婆一人在家呢，保不齐跟谁有点关系。他这会儿出来了，家里不定发生什么事儿了，心里不消停，他得回去看着自个儿媳妇儿去。有人说那不成了戴绿帽子了吗？你说这谁？那我哪敢说呀？但是这人一会儿就走，他走了我就告诉你是谁，不敢走了，谁不听了谁成戴绿帽子呢？所以这叫拴马纲，这是把人拴死死的一种方法。所以这些这都是过去啊。为什么艺人要有这个呢？他得挣钱呢，他要不下来钱他就没饭吃。当年侯宝林就是吗？在这北京卖艺的时候，这一天如果没挣下钱来，他都不起来。白全福天津的相声演员来看侯宝林，师哥呀，这都几点了？10点了，你怎么还不起来呢？哎呀，我饿呀。那你饿不起来找饭吃去，起来不更饿吗？艺人都到这程度，就他生存的不容易，他必须用这样的方法从别人那里获得钱。所以相声早期是什么？从地面上起来的东西，我把你说乐了，你才能给我钱。所以他们几乎绞尽脑汁的把中国民间所有搞笑的手段都划拉到自个儿这儿。我用什么样的桥段能逗你乐？我用什么样的方式能把你带到我说的场景当中？所以咱们不客气点说，建国之前艺人处在极低位置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相声是真正的相声。而且你从演员的全面上来讲，也不是现在相声演员能比的。乾隆皇帝亲手写的一副对联，写的是司机一滴酒，亲人两泪。如今的春晚舞台，相声为什么红不过小品？你只要是能够把拉洋车当成毕生的体育事业去追求，我能拉出个世界冠军来。曾经风光无量的相声为何走了下坡路？是相声不适应春晚的舞台，还是相声这种艺术形式不再吃香，亦或是相声缺乏后继力量？老梁故事会为您讲述相声为什么不太火。欢迎您回到由中国酒魂汾酒冠名赞助播出的老梁故事会，我是老梁。过去相声演员讲究，咱们都知道说学逗唱，其实再细分呢，相声演员必须会7样。哪7样呢？能说单口，咱们现在看马三立那样单口，可其实现在相声演员能说单口能有多少？咱都知道刘宝瑞单口大王，到现在我知道的好像赵岩先生能说单口，郭德纲能说单口，莫凡贵能说单口，再能说单口的没几个，这是能说单口。下边大伙都知道对口，对口分成什么？能逗哏，能捧哏。真正的相声演员得什么？我站在这边我能逗哏，站到这头我能捧哏，这才叫会一块火。所以会单口，会逗哏，会捧哏，会逆风。什么叫逆风？咱们可能有朋友看过相声段子八马褂，还有的新的段子五官真功。我再问问你，还问什么？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是不是他嘴的责任？哎，这是你的毛病。那你这鼻子麻木不仁，不闻不问，怎么不说了？对，口若悬河，细口丝狂，就是你嘴。啊，行了，耳朵，你这耳朵偏听偏信，耳旁风，那就是你的毛病。那云山雾罩，造谣生事，说的是谁呢？你这眼睛也可以了。那社会上的红眼病就是你传染的。马季先生呢，就是一群人或者是3个人站中间那个，接左边话接右边话，来回递话呢，那叫逆风，那是另一股劲儿。所以会单口，能逗哏，能捧哏，能逆风，这4项。后3项是什么呢？设计的很具体，会说数来宝。数来宝过去要饭的人才打，7块板是响器，最能拢人，噼里啪啦一打，你比方走到哪儿要饭，
啊，那剃头的罗祖爷道德高，那么7月13得宝刀的僧剃前道剃后，回汉两教剃左右，剃完头这个扫扫眉，然后再打五花锤，这五花锤打的对，起了个小名叫防税。为什么打的这么对？学徒时候遭过罪，你得会这个7块板。哎，这是数来宝。第二个会太平歌词，咱们有的朋友听郭德纲说本门的唱会太平歌词，那是对的。太平歌词是相声独有的一种形式。只有这太平歌词是相声演员真正应该唱的，是其他你说唱个歌、唱个戏、唱个大鼓，那归什么呀？那是学，哎，学唱。真正的太平歌词是演员应该会的。对，给大伙儿唱几句啊，您来来，助助兴。好啊，好吗？您来来，一唱起来是这个味儿的啊！啊，来来。杭州美景盖世无双，西湖岸奇花异草，死了几代清香。这春游走地桃红柳绿，那溪呀上荷花映满了池塘。这秋观明月如同碧水，东看瑞雪铺满了山岗。可以鼓掌了。是相声演员必须会的基本功。这是会数来宝，会太平歌词，还有一个会双簧。这个电视剧《戏说乾隆》里头还加那么一段，郑少秋演乾隆嘛，专门在宫里头请来双簧，也是相声艺人。那艺人谁扮演的？大狗兄孙宝才，当年很有名。哎，他到宫里来演这个相声艺人，给乾隆说相声。哎，这个在电视剧里还有记载。忽听见门外有人声啊，窗户外头直扔扔啊嘿，扔扔扔扔扔，蹦蹦蹦蹦蹦，扔扔扔扔扔，蹦蹦蹦蹦蹦，扔扔蹦蹦蹦蹦，扔扔扔扔扔扔扔。原来是两个苍蝇，你这不闹得好吗？所以这相声演员呢，他非得会这些。那么你想想，我刚才说这些，一半呢是能耐。你像你唱太平歌词、说学逗唱啊、会逆缝，这是你能的，还有一半是技巧。技巧就刚才我说开楚门的那些技巧，哎，怎么能把钱要下来呀？怎么能把观众拢住啊？这行话叫圆点，这是技巧。这两个结合到一块儿，才能是一个完整的相声艺人。而且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是这样。你看艺术这俩字什么意思？艺是你的能耐，你会这东西。术是什么？你挣钱的方法。术嘛，方法。有不少人有艺无术，一辈子穷困潦倒。有的人有术无艺，他活不长。所以这我们今天给大伙说的呢，就是最早的相声是怎么来的，它需要会哪些。那么相声早期的表演形式是什么呢？我刚才说画锅呀，自己在那唱，那是一种。一点点呢，相声就成熟起来了。首先一个撂地的形式发展起来了。相声你比方在街头演，刮风减半，下雨全完，一刮风一半人走了，一下雨全回去了。一点点就得往屋里过渡，到茶楼里演呢，或者搭个帐篷演。它和我们今天看到不一样。你看咱们今天看到说相声怎么说？传统的是这儿有个桌子，逗哏的在边上，捧哏的站桌子里。新相声形式就俩麦克风，俩人穿着西装在那说。过去这相声呢形式不一样，有一种呢是到人家唱堂会。唱堂会是什么呢？下边人吃喝玩乐抽大烟，你就在上头说，你俩人也站那说。但站那怎么说呢？有的上妓院里说都这样，人家屋里头男女这干啥咱甭管了，他站在外头说，俩人得面对面。为什么不能这样？人家里头不知道干啥，你看什么呢？不让你看，面对面俩人说相声。这是堂会形式的，到这些青楼里这么说。那么真进了茶馆是怎么说呢？也是按画锅的规矩，有一个桌子，桌子凳子都有。桌子这会儿呢，上面放着扇子、醒目、手绢，也有这玉子板都放着。然后捧哏演员站到那儿。今天我给大家说段相声，他对面正对面一个长条凳，逗哏演员坐在长条凳上，捧哏演员站在桌子后，俩人这种对话有点隔空对话的味道，四外圈都是观众，这是当时的一种形式，而且很流行。那么说要钱怎么要呢？现在咱们说买票30、50一张票进去听相声去，
说的再差他不退你票。所以有的听完相声出来直骂的，什么玩意儿这什么的，那票钱已经花了。过去讲理，听完再给钱。我进到里头坐在这听一会儿，上保准下来，什么人呢？有的徒弟，有的茶馆小伙计，就拿着这笸来，各处走，辛苦您，辛苦您，辛苦您，这叫托宠，就要钱的。里边好要，茶座都有钱呢，外头难要，这都没钱呢，蹭着听两句，有的觉得不好人走了，有真觉得好他不愿花这钱，所以外边托边处是最难要的。这过去要钱还是个本事，那得靠演员在台上说两句客气话啊，恨不得叫爹叫妈的。所以过去艺人吃这碗饭是很辛苦的，可正是在这种辛苦的条件下，他才能把自己的能耐真正长起来，他才能把自己的潜力发挥出来。为什么我说现在相声演员能耐就不行呢？你那么想，一个物质条件好的，谁吃不上饭呢？都能吃上饭，我干啥都能吃上饭，这是一个。再一个，这个现在艺人火的机会也多，又电视又网络呀，不行整点绯闻都能火。他能耐还没等练出来呢，他就有名了。你说他还有没有兴趣再接着练功夫？任何一门手艺想练出来，那都很辛苦的。再加上咱们现在各种院团也多，国家还给钱，所以我说现在相声艺人的能耐跟当年比那差得很多。那不光艺人的水平差多了，相声作品一代不如一代。